因为你是继承到的，所以你等于没有什么取得成本嘛，没有金钱上的压力，那你就可以考虑怎样慢慢整理，慢慢出租。例如说，你就是先把1楼给它弄成套房，然后2楼以上你就锁起来哦，那就先出租1楼的套房，钱存的差不多以后再开始弄2楼，再来出租。很多人这样子做哦，就是边整理这样。那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就是1楼来跟你说很吵，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个套房的房客白天出去工作上班嘛，就没人啊。那除非你是租到那个上夜班的人哦，那上夜班的人那也可以啊，那就是白天忙完你自己的工作以后，晚上他去上班了，那你再来慢慢施工啊，就这样哦。然后真的会吵的施工，也前期一下子1-2天就会把它做完了，就这样。或是你可以直接找包租代管哦，包租代管，然后跟他们签，他们也要跟你签长约啦哦。然后如果要装潢整理的话，就是大家来看怎么出这个钱哦，这样子最省事。不然你们夫妻应该是搞到就会没有自己的生活，就是跑来哦，整天都在忙这个东西，然后一忙半年1年这样，很麻烦的。买透天恐成烫手山芋，买前必知地雷，别被坑了哦。先说结论，除非你是继承到的，不然你还是建议不要买透天来出租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电梯大楼自产好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说，买透天自产好吗？哦，那这次我们来讲透天。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不喜欢透天，我个人我知道市场中还是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很偏爱透天，但我自己就不喜欢啦哦，所以我不推荐用透天来自产。那一样是有会员在问，那我就还是讲一下。如果你买透天你要自住的话，当然没问题啊，哦，自住就喜欢就好。但如果你要自产的话，买透天基本上那个投报率不会好，你要整户透天出租哦，人家就是付你1户的租金，所以通常都是要走那个隔套收租路线。那你隔套收租路线哦，你要么买人家隔好的哦，你要么你就是自己要花大钱去隔，对，这样你花了大钱之后又会拉低那个投报率，这样哦。像我之前看过一个案子很猛，它是联动的透天，然后总共隔52套，52套，对啊，就有这种东西哦，里面还有电梯的。那基本上你买了这个透天，你跟你的小孩子下辈子都不用担心啦，永远有钱花哦，一生有钱花。但是这种等级的透天哦，一般的中产阶级夫妻你想要去买还是很吃力的。现在隔套又这么贵哦，那去买一间透天来隔，这个也是相当奇怪。我自己买那个中古3房平车，我自己都不想隔了哦。所以你要知道买透天的维护成本。那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就是假设你真的买了一个中古透天，或是继承到透天哦，那你想要活用它之前，你大概要考虑的事情。我想到的就是说，第一点，维护成本极高哦，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没有管委会可以帮你干嘛的哦，你的水塔哦、马达哦或怎样，那都是你自己要去把它处理掉，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邻居来帮你分摊嘛哦。有些社区型透天可能有了哦，但那个我们先不讨论。那我未看先猜哦，一对中产阶级的夫妻能够买到或继承到的透天，应该屋龄也不会新啦，除非就是超级偏远的地方，就是屋龄哦，它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你要自己有办法去处理房子的漏水壁癌哦，那顶楼的防水是你自己的事，外墙瓷砖剥落哦，你要处理，不然怎样有没的。所以你买的老透天哦，光是整理的费用，我预估应该随便就是100万起跳。那你干嘛不拿这个钱去自产下一间那个电梯大楼？第二，贷款成数不足，因为你买的是老透天哦，这个真的是老透天最大的问题哦。贷款哦很难贷款，你再买就很难买了。同理啊，你装潢整理完，你要卖下一手，那个人家更难买哦，因为是老透天啊。银行普遍在看这个老透天哦，它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一条街上就没有几个实价登录，唯一一笔可能是2年前哦，所以你那个建价都不会高。那你建价不高，你就不太可能再那么轻易贷款到80%哦。就会变成这样啊！你再买就难买了，你一样，你又下一手，你那个买方也是很痛苦啊。变成说他买一个透天哦，自备可能到4成，可能到5成这样，这很常见哦。那地段是一个原因那另一个原因就是像我说的那个实价登录几乎没得参考，几乎没有透天哦，太少那个交易量了。那附近透天的成交真的是不信你自己去拉哦，你看上了透天的附近那一条街或那一区里面最近的实价登录，你看你跟你自己心里要卖的价钱或要买的价钱有没有办法匹配得上？通常都是不行的哦。那银行现在在放款了，它绝对是要参考实价登录，它不能不参考，因为实价登录，它找实价登录来估价，这个绝对是就不会被骂，你知道？然后实登这个国家政策，所以你附近透天的成交都是那个滞后行情，很以前的行情，那它就大概是参考这个价格加一点点放给你。
然后就会陷入到一个你自己买就很痛苦哦，然后你买了以后你还要整理呢，你的自备又比较多的情况，那你整理又是那些白花花的现金哦，那到底是很硬啊，就是真的很硬就对了。连我在高雄，我都不推荐去做这个透天哦。中产阶级夫妻先不用搞这个透天。那你要知道谁适合出租透天哦？我们来讲说谁适合买透天来出租啊？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刚好继承到的哦，继承到的那个中产阶级夫妻哦，因为你是继承到的，所以你等于没有什么取得成本嘛，没有金钱上的压力，那你就可以考虑怎样慢慢整理，慢慢出租。例如说，你就是先把1楼给它弄成套房，然后2楼以上你就锁起来哦，那就先出租1楼的套房，钱存的差不多以后再开始弄2楼，再出租。很多人这样子做哦，就是边整理这样。那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就是1楼来跟你说很吵，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个套房的房客白天出去工作上班嘛，就没人啊。那除非你是租到那个上夜班的人哦，那上夜班的人那也可以啊。那就是白天忙完你自己的工作以后，晚上他去上班了，那你再来慢慢施工啊，就这样哦。然后真的会吵的施工，也前期一下子1-2天就会把它做完了，就这样。或是你可以直接找包租代管哦，包租代管，然后跟他们签，他们也要跟你签长约了哦。然后如果要装潢整理的话，就是大家来看怎么出这个钱哦，这样子最省事。不然你们夫妻应该是搞到就会没有自己的生活，就是跑来哦，整天都在忙这个东西，然后一忙半年1年这样，很麻烦的。那你找包租代管的话，你就是等钱进来就好，它又有税务上的优势。所以如果你要自产的话，除非你继承到，不然我是真的不是那么推荐你去选到透天来自产哦。除非你们家有另一位他是不用上班的，然后你也很确定说我家可以临时处理这种租客的状况或问题，那你再去考虑买透天来出租这样。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
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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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啊。如果你也听过的话，那就纯属巧合那今天讲的是我会员的故事，小李小李他这个认识一段时间了，反正平常就是上班族，然后薪水不错，但也没多到哪里去，就中产阶级日子还算过得去。那偶尔就跟朋友聚餐聊天就这样那有一天他的长辈就留给他一间老透天，在市区，地点不错，但房子很旧很旧，小李也懒得去住。那想说干脆拿来租人就算了可是他听人家讲说什么出租套房最好赚，只是要把房子隔成几间小套房然后就这样，那一个月的租金随便收都3-4万以上轻松赚钱，做当房东。那他听了就觉得不错嘛，他就找工班找设计师然后就开始这样就给他花下去了。然后做装潢隔间隔套，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跟200-300万的装修款，那个还是他去贷款的。那最后成功隔出了11间套房11间套房就乱隔了，能隔他就给他隔了，也不考虑那个未来好不好租那看着装潢的漂漂亮亮的房子，然后他自己就觉得很得意。装潢完成以后，套房因为是新的嘛，新整理了，所以租出去的速度也算快。然后刚开始小李每个月在收租的时候，他心情就很好，可是好景不长，随着这个房客陆陆续续进来，那麻烦的事情也开始一件一件接踵而来。那最常见的就是深夜大概1-2点，电话就突然响起来然后把那个小李吵醒。他说李先生，李房东，不好意思，3楼水管爆了，水已经淹进房间了。就这样然后他一看时间那这么晚了，但没办法，水都淹到房间里了，那能怎么办？只能说赶快去处理。那这更不用说会遇到一些租客在那边拖缴房租的情况，然后他也不是存心要来跟你拖缴，还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可是每个月都在忘了就这样很烦啊。总会有2-3个人就是不准时去缴钱，就要催款就觉得很烦这样。那甚至有个租客每次遇到他就说抱歉，那个下个月有发薪水的话，我再一次补给你。结果下个月到了，他也是补之前欠的而已，就没办法一次补齐租客很多这种状况。然后他就说每次要去跟房客催房租刚开始自己去，然后又看到那个房东被杀的新闻后来不敢去，都赖都被人家已读不回那就觉得很心累了。这明明是自己的房子，结果那个租客爱缴不缴，然后他也没什么办法。他本来上班还算很 OK， 可是自从开始他去管理那个出租套房以后，那他上班越来越心神不宁，就是因为会影响到他的作息嘛，常常晚上被扣出去，那就心烦意乱这样。那以前的话 LINE 就只有公司的讯息，客户的讯息大概就这样，现在还多了租客的讯息，而且租客通常是抱怨的讯息比较多，就拍照给他，录影片给他，说这个灯泡不会亮，说这个电视没讯号，说这个冷气怎么开始在滴水，冷气会喷冰块之类有的没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处理，他又不会他根本就不会，然后他只能边 Google 然后就边去处理看看，然后也没办法处理好，就要去很多次，就是处理1-2个问题这样，冷气不良等等有的没的，他工作就受到影响，然后他自己都有这种感受，就是这样下去好像不太健康然后他就说当房东其实真的非常的累处理租客这种琐碎的事情就很烦啊，是都不难啊，但是就很烦啊。然后很多情况都是发生在晚间，你也不能怪租客，因为那个租客他就是上大夜，他去上之前都没事，然后回来以后他就要么就是超早打电话给你，要不然就是超晚打电话给你，就这样然后他后来怎么样？他后来就网络 YouTube 找一找，他去找包租代管包租代管，然后就是要付那个管理费用就这样。本来他是很排斥这件事情的，觉得说这个出租就自己管就好，干嘛钱要给别人去赚可是经过这样子半年来的摧残以后，他决定赶快把它处理包租代管，把它处理出去，不然的话他真的是考虑把它卖掉然后他自己现在是找了一个高雄在地的那个包租代管业者然后就交给他们处理。他一开始还不太放心时不时跑去巡一下，结果发现这些房客被那个包租代管公司管得死死的，就是租客在那边拖欠租金，包租代管公司就是口气会比较强硬去跟那个租，要不然就是帮他直接换掉，就这样，就几乎没什么事情。如果东西有要修的话，
也是直接2家3家的估价单给他，然后让他自己选，就变得很轻松。然后反正他就是跟我分享这个经验说，他之前太笨了哦，想说要省一点钱，然后就自己跳下去弄，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疲惫这样。那自从找了这个包租代管以后，他也不会再被租客这样子骚扰或是拖欠租金啊，就是看一下钱有没有进来就好。如果没进来，包租代管公司也会主动通知他说怎样怎样，这个租客跟他说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再试什么什么方法把他催出来，大概是这样。他的感慨就是赚钱这种事情不要那么贪心啊，该给别人赚就要分给别人赚，这样子才会轻轻松松、长长久久。你觉得呢？